正在為工作打拼嘅中青年人，你嘅財務健康狀況點樣？想財自早退或者晚景無憂，而家應該做啲乜嘢，同埋避免做啲乜嘢呢？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N 家 TV， 我係不了。2年前財自早退呢個課堂係關於財務自由、投資理財同埋提早退休。今集嘅主題係在職人士理財。之前推出嘅長者退休系列反應熱烈，今集將會特別針對在職人士提出一啲理財嘅大原則。無論想財務自由、提早退休，定係只係想改善個人財務健康狀況，都適合收睇，因為你都想未來生活得更好，一定要睇到最後啊！我哋而家開始啊！今集將會分為6個部分： 1. 前言， 2. 退休前後2大階段， 3. 財務健康狀況自我檢查， 4. 俾在職人士嘅理財大原則防守篇， 5. 俾在職人士嘅理財大原則進攻篇， 6. 總結。第一部分，前言。假設一般人60歲退休，呢一條影片嘅目標人群就係由20歲左右啱啱工作到60歲退休前嘅朋友。為咗方便，不料會響呢一條片入邊用在職人士去稱呼佢哋。對比起退休人士，分別最大嘅係在職人士有工作收入或者其他嘅主要收入，而且佢哋會將大部分嘅時間投入響主動收入嘅工作入邊。由於呢一條片主要講理財嘅大原則，可以算係理財初班入門。如果你睇完呢一條片，覺得我所講嘅都係老生常談，我一早就識啦，咁樣我要恭喜你，因為你嘅理財知識已經到達一定嘅程度，可以等待之後可能推出嘅理財中班或者高班。由於不了每日睇新聞，成日都見到好多人因為理財不善而跌入困境，而且並唔係偶發事件，而係重複發生，所以不了真係唔可以唔做呢一集。希望幫得一個得一個。如果你睇完都覺得有幫助嘅話，記住轉發俾你身邊嘅朋友啊。第二部分，退休前後嘅2大階段。呢一幅圖係不了響某間基金公司嘅網站偶然睇到嘅，我覺得表達得好好，同大家分享一下。響整個嘅財務人生，主要分為2個階段。在職人士響工作嘅時間係累積階段，着重資產增值，就好似耕種播種期；而退休人士，包括長者或者年輕退休嘅朋友，就係響提取階段，目標主要唔係資產增值，反而着重保本同埋被動收入回報嘅確定性，就好似農作物嘅收成期。或者再比喻咁去講，在職人士嘅工作生涯就好似手機充電或者將母雞養大嘅時期，退休之後就好似充滿電之後用手機或者母雞生蛋嘅時期。對於在職人士嚟講，年輕嘅時候，例如20到30歲，開始本金嘅時候較細，風險承受能力較大，即使輸咗部分嘅本金，有主動收入作為後盾，好容易就可以賺翻嚟。隨住年紀增長，投資本金慢慢增加，投資嘅損失就難以再用主動收入補翻啦。舉個例講，啱啱畢業1到2年，每個月儲5000蚊，投資資本有5到10萬，輸咗50%就係25000到5萬，佢可以用半年到1年時間就儲翻嚟。但係到30到35歲，可能資產到達100到200萬，輸咗50%就係50到100萬，咁就可能要5到10年先至儲得翻嚟啦。同時，當佢哋慢慢成為家庭嘅支柱，上有高堂，下有子女，開支增加，到40歲之後，工作或者會出現中年危機，搵同類收入嘅工作比較困難，所以隨住年紀嘅增長，風險承受能力就會慢慢降低，投資越趨保守。到50歲之後，為咗確保未來退休有足夠嘅本金產生利息或者任何被動收入，以供應退休後嘅生活，由於不容有失，投資由年輕嘅時候資產增值為主，慢慢變成風險較低嘅保本收息為主。呢幅圖暫時先講到呢度，一陣再翻轉頭講下呢幅圖嘅2個分享。第3部分，財務健康狀況自我檢查。大家可以簡單問自己以下3個問題，了解自己嘅財務健康狀況。第一，我每個月嘅收入係咪大於開支？呢一個問題應該唔難理解，即係你每個月出嗰份糧，減咗衣食住行、供樓等生活開支嘅所有成本，係咪正數？如果係負數，即係入不敷支，咁就要小心啦，係第一個財務唔健康嘅警號。即使有人收入好高，但係如果開支比收入更加高嘅話，咁就係唔健康噶啦。如果每個月開支大於收入，錢唔夠用，可能你就要由儲蓄入邊攞啲錢出嚟用，淨資產就會慢慢減少，
甚至要以信用卡或者借錢度日，壞債增多，咁係唔健康嘅。相反，如果係正數，代表你嘅儲蓄同埋資產增加，可以投資嘅彈藥增加，將來嘅被動收入亦都可能隨之而增加。第二個問題，我嘅淨資產或者身家有幾多，係咪正數同埋呈向上趨勢呢？注意，係淨資產，唔係資產。不料喺幾年之前睇過一位年輕人嘅理財 blog， 佢嘅文章話自己28歲已經擁有700萬嘅資產。文章成日講到佢嘅目標就係希望35歲之前擁有2000萬嘅資產。細心一睇，原來佢所講擁有700萬嘅資產係指借錢買咗一間700萬嘅樓，當時樓價升咗唔少，賺咗幾十萬，感覺非常良好。喺文章入邊講，如果樓價再升，佢會套啲錢出嚟，用老婆名買第2層樓，再升就用阿媽嘅名買第3層樓，咁就有希望35歲擁有2000萬嘅資產啦。早2年樓價開始下跌，呢個 blog 亦都停更咗，而家更加係消失埋添。有啲人錯誤將自己買咗嘅嘢當成資產，例如用咗70萬首期買咗一個700萬嘅樓，就覺得自己有700萬資產，但係實際上借咗銀行630萬，即係有630萬嘅負債。樓價上升嘅時候歡天喜地，下跌嘅時候可能轉眼變成負資產。咁樣你嘅淨資產或者身家有幾多呢？係正數定係負數？雖然年輕人未必有太多嘅錢，但至少係正數，比起負資產已經好好多啦。睇新聞，香港首季負資產32000宗，創20年新高。所以如果你嘅資產係負數，或者雖然係正數，但係有欠債，而且淨資產有下跌嘅趨勢，咁就要小心啦。係第2個財務唔健康嘅警號。順帶一提，年輕嘅女仔如果想揾結婚對象，唔好淨係睇嗰個男仔有冇樓，更加要睇佢有幾多嘅淨資產。同樣道理，有啲 KOL 吹噓自己有幾多層樓、幾多資產，好多時候都只係一個雞棚，吸引大家報佢哋嘅班。再舉多一個例，早幾年感覺實力雄厚，擁有好多資產嘅國內房地產企業，唔到幾年，好多就已經資不抵債而停牌清盤。但係講資產唔能夠反映一個人或者一間公司嘅財務狀況，我哋必須留意嘅係資產減咗還咗債務之後嘅淨資產先至有意思。響公司嘅財務報表入邊有一種叫做資產負債表，就係反映呢一個啦。第3個問題，我嘅淨資產能夠支持我生活幾耐？能夠支撐至少3到6個月嗎？有啲人諗，如果我有1000萬就發達啦。我哋比較一下以下2個情況。假如 A 同 B 2個人突然間失業，冇收入，而且冇投資。A 淨資產有1000萬，月支出30萬。B 淨資產有100萬，月支出1萬。邊一個狀況比較好呢？有啲人可能覺得 A 係好啲，但係其實 A 只係能夠支撐33.3個月，即係2.78年，就會變成負資產或者破產。而 B 雖然錢少啲，但係就能夠支撐到100個月，即係8.33年，比起 A 能夠支撐嘅時間要長。判斷一個人係咪富足，除咗睇佢有幾多錢之外，仲必須要睇佢有幾大使，將佢變成一個時間值、財富可用年期，用佢嚟衡量比較就更為合適啦。你嘅淨資產能夠支持自己生活幾耐呢？一般至少要有3到6個月嘅基本生活費作為應急基金先至算健康，時間越長越健康。得意嘅係，有調查顯示，半數美國人銀行存款只有500蚊美金，大約3900蚊港紙。一旦有突發嘅支出，過半數美國人連1000蚊美金都攞唔到出嚟。如果你嘅淨資產能夠支持你冇收入嘅時間少於3個月，咁就係第3個財務唔健康嘅警號啦。而如果財富可用年期達到25年、30年或者更多，即係淨資產係年開支嘅25倍、30倍或者更多，配以一定嘅投資能力，呢一個人基本上可以算係財務自由咗啦。做一個小總結，上述3個問題，如果前3條嘅答案都係嘅話，咁樣你嘅財務狀況係健康嘅。如果任何一條出現唔係，咁樣就係一個警號，你嘅財務狀況就已經出現一定嘅問題啦。第4部分，俾在職人士嘅理財大原則，防守篇。未學進攻，先學防守，先立於不敗之地。學識呢一啲嘅原則，即使資產出現小幅上落，但係大方向好大機會長期向上增長。1. 量入為出，
不料喺第61集長者理財入邊講過，長者退休理財最大嘅秘訣係量入為出，其實亦都適用於在職嘅中青年人。聽起嚟好似廢話，但係實際我發現有好多人真係做唔到。有響財務公司做嘢嘅朋友話俾我聽，有一位客人係月入近10萬嘅公務員，咁高收入，竟然都要借財仔嘅錢度日，原因係亂使錢，中意賭錢，爭咗好多高息嘅債。所以記住，量入為出係最基本嘅理財法則。響減少開支方面，可以參考第57集《終極慳錢攻略》，戒除炫耀性消費，降低任何不必要嘅物慾同埋開支。減少開支可以令你同時改善每個月嘅儲蓄同埋財富可用年期，即係上一個部分嘅問題1同埋問題3嘅狀況。第二，守住本金，唔好俾人呃錢。每一日都有人俾人呃，呢一句絕冇誇張。喺第61集長者理財關於提防騙子嘅部分，亦都絕對適合在職嘅中青年人睇。不料又要讀一下防騙金句：一不貪心，二不輕信，三不自作聰明，安心老實享生活。我聽過做財務公司嘅朋友講嘅一個真人真事，佢有一位5到30歲嘅女客人，大學畢業，應該智力都唔會太低，收入2萬幾蚊。佢加入咗一個網上群組，話投資回報極高。佢賺咗1-2次錢，因為貪心同埋放低咗戒心，即係輕信，自作聰明，心諗大賺一次就收手，最終被人呃咗50萬，而當中有一半嘅錢係由銀行借翻嚟嘅。因為呢一個女仔急於還債，就上網做兼職女友賺快錢，初頭都賺到啲錢。有一次遇到一個又靚仔又有錢嘅男仔，個男仔每日噓寒問暖，仲話之後會照顧佢之類。後嚟呢個男仔話生意上面有少少嘅問題，希望呢個女仔借錢周轉，話佢公司1個月後就有一筆大錢收翻嚟，就會還錢。結果呢個女仔就到我朋友嘅財務公司借咗10幾萬，最後點？梗係一去不返啦。佢竟然俾人呃咗第2次，咁應該算係情騙啩，亦都係輕信別人嘅後果。不料心諗仲荒謬過啲狗血電視劇嘅情節，但係實際生活真係有人會相信，而且仲唔止俾人呃1次添。俾人呃咗鑊金嘅，可能要10年8年先至可以重新翻去起點。不料建議大家響電話度安裝一個來電過濾，任何電話騙案，包括自稱係入境處、公安、速遞公司、推銷，都唔好聽，唔好相信就啱啦。不料依家有90%電話都係唔聽嘅。以前我知道係電騙或者俾人拉入群組，我都會自作聰明，用誇張嘅口氣或者扮無知，故意玩下對方。依家我亦都唔會咁做啦，因為對方知道我嘅電話 number 或者通訊軟件嘅賬號，激嬲咗佢哋，隨時玩我鑊金。例如亂試下我嘅密碼，令到我嘅賬號鎖咗，或者起我底。所以我依家收線或者離開群組就算啦，自求多福，唔招惹呢啲騙子。騙徒嘅手法層出不窮，好難喺度一一敘述，但係一般都離唔開人性嘅弱點：貪婪、恐懼、無知、情迷意亂、唔甘心損失而投入更多資金等等，以唔同嘅雞棚先博取你嘅信任，然後呃你大額嘅金錢。我哋一齊再讀下呢句金句：一不貪心，二不輕信，三不自作聰明，安心老實享生活。3. 了解金錢槓桿，唔好亂咁借錢。呢一個亦都係好多人常犯嘅致命錯誤。金錢槓桿同埋借錢係一個大題目，用得好可以加速財富增長，但係用得唔好可以令你極速破產。所謂嘅好債，泛指能夠幫到你增加獲利或者累積資產嘅負債。例如響樓市上升週期，低息嘅房貸就係一種好債。而壞債唔單止冇辦法產生獲利，反而造成資產損失、資金流失。以信用卡債務嚟講，如果一直冇交卡數，加埋循環計息，反而會令到資產減少，咁就係屬於壞債啦。另外，向財務公司借錢而產生嘅債務，每年利息40幾到60幾厘，更係壞中之壞。有部分中青年人響呢方面完全冇意識，不知不覺用咗高息嘅貸款，而令到自己嘅財務狀況越嚟越差。不料有一位朋友好中意用信用卡分期付款買嘢，前後爭咗銀行10幾萬，一直還最低還款，還咗10幾年利息，仍然爭銀行10幾萬，冇變過。佢自己都知有問題，但係一直拖延，最後狠心做咗債務重組先至慢慢解決。
所以大部分嘅借貸只會令你加速破產，而唔係財務自由。簡而言之，如果你嘅投資回報可以高於利息嘅開支，而且市場突變最壞嘅情況亦都係你能夠承受嘅風險，咁就係好債。調翻轉就係壞債啦。例如不料冇買樓，幾年前離職之前亦都借咗一筆私人貸款。呢一筆5年期嘅私人貸款，當時年息3厘，考慮到借貸嘅金額只佔我身家唔到5%，而當時銀行嘅定期亦都有2.5到2.8厘，非常安全。我有信心能夠喺股票市場賺取超過3厘嘅回報，就借咗呢一筆錢。後嚟銀行加息，依家定期都有4厘以上。依家即使我將呢筆錢放喺銀行定期，亦都能夠賺到1點幾厘嘅息差，可以話係無本生利。當然呢個只係特例，唔係鼓勵大家亂咁去借錢，而係希望大家了解我點樣去評估好債同埋壞債。喺你仲未有足夠嘅理財知識同埋投資能力之前，都係盡量唔好借錢。呢個包括高成數嘅槓桿買樓。早2個星期有一篇新聞，小情侶500萬上車洪水橋一房，計錯供樓壓力大，睇好前景唔後悔。呢一對小情侶月入共大約6萬蚊，收入算係唔錯。用1成首期買入洪水橋一個新盤單位，面積283平方尺，尺價17500蚊左右。起初月供22000蚊，但係經過多次加息之後，每個月供多4000蚊，遠遠超過最初嘅預期。供樓年管理費27600蚊，加上屋苑早前宣布將延遲收樓，令到呢一對小情侶嘅計劃再一次被打亂。佢哋續租2個人本來響市區租住嘅單位，每個月租金大約15000蚊，單計呢幾筆嘅費用已經係42600蚊，佔咗佢哋收入嘅1/7，加埋生活費嘅話就應該已經所餘無幾，儲唔到錢。5月份另一篇新聞，洪水橋推28伙，最多劈價3成，折實299.9萬起，長實將向太大買家追差價。好不幸呢2年樓價跌咗，計起嚟呢對小情侶隨時已經變成咗負資產啦。響起第2個嘅財務唔健康警號。重複呢一段嘅第一句，金錢槓桿用得唔好，可能令你極速破產，真係要慎之又慎啊。4. 其他任何可能令你損失本金嘅嘢，可以參考或者重睇第30集。假如你唔想財務自由，就做呢8件事啦嘅內容，例如避免借錢俾人、過度消費、唔學習就胡亂投資等等。仲有一點係嗰一集冇提到嘅，唔好沉迷賭博。沉迷賭博，賭錢落海。總之，任何可能令你損失本金嘅嘢都要避開。由於影片篇幅有限，唔能夠盡錄，唯有創造一句金句送俾大家：守住本金，守住本金，守住本金。跟我一齊讀一次：守住本金，守住本金，守住本金。希望你轉一筆大錢俾其他人，或者做任何重大嘅投資之前，呢句金句會響你心入面回響。第5部分，俾在職人士嘅理財大原則進攻篇。翻去第1部分嘅呢一幅圖，在職人士同埋退休人士最大嘅分別係着重資產增值，而唔係回報嘅確定性。所以以下2點係對在職中青年人好重要嘅簡單分享。1. 先進取後保守。2. 先資產增值後收息。當你努力嘅同時，人哋都響度努力；當你有錢賺、有人工加嘅同時，人哋亦都有錢賺、有人工加。金錢多少係相對嘅，可以睇下第2集。你必須比人哋跑得快，先至可以響財務金字塔上流，先至有機會達到財務自由，或者退休嘅時候有足夠嘅錢。我哋一齊睇下呢2點嘅簡單分享。1. 先進取後保守。想達至富有或者財務自由，最好成為富爸爸所講嘅 B 或者 I 象限，即係企業家或者投資者。先進取，趁年輕能夠承擔風險，就盡量進取一啲，哪怕係創業做生意或者係投資，盡早去學、去試、去做。切記，可以承受風險，並唔等於可以亂咁承受風險。實行之前一定要先好好學習，睇書好，睇片好，跟成功有經驗嘅大師去學都好。先投資自己嘅能力，擴大自己嘅能力圈，同時學習控制風險。以不料熟悉嘅投資為例，長線投資，你可能會學到巴菲特所講嘅名言：第1條規則，唔好輸錢；第2條規則，唔好忘記第1條規則。短線投資，你可能會學識盈虧比同埋只賺只蝕，學識咗之後，就已經可以響風險可控嘅情況之下進行投資，而
而唔係亂咁承受風險、亂咁投資，輸咗都冇所謂。做生意亦都係盡可能學習市場、商業模式，人哋需要啲乜嘢，你又俾到人啲乜嘢，銷售、用人、股權架構、會計財務、法律等等，盡量令到風險回報最大化，降低風險，提高勝算，唔好俾自己一次失敗就陷入永不翻身之地。後保守，到年紀大啦，就慢慢變得保守，因為你已經未必能夠承受一次重大嘅生意或者投資失利嘅後果。粗略咁樣以年齡劃分，不料之前認為退休長者要極度保守，對於20到35歲嘅年輕人，不料認為大家學習投資之後要盡量進取一啲。對於35到50歲開始有負擔嘅中年人，喺能力圈範圍下盡量爭取回報，但係50歲之後試咗20幾年，如果仍然未能夠成功，而且離目標好遠嘅話，咁就唯有接受現實，因為你未必真係適合呢一個遊戲，請開始轉趨保守，唔好過分進取啦，寧願留一啲錢部署長者退休系列入邊其他嘅退休策略，例如年金加長者生活津貼，慳啲使，亦都能夠安享晚年嘅。做一個比喻，大家可能都有玩過食雞遊戲，一款有100個人，最後只有一個或者一組人勝出嘅射擊遊戲。策略上面，你可以選擇保守逃避，直到最後，亦都可以選擇早一啲主動出擊，出去揾武器防具，訓練自己嘅射術技巧，同人哋對決。採取保守逃避策略嘅人，雖然可能遲一啲先至俾人淘汰，但係呢一類人到最終冇武器、冇技術，亦都注定會被淘汰，贏唔到呢一場遊戲。既然大部分嘅人喺呢個社會上面都被逼玩呢個金錢遊戲，就好似食雞遊戲咁。假如年輕嘅時候唔主動冒啲風險進取，到年紀越大就只會變得更加被動。不如趁早冒一啲風險進取，主動學習控制風險，主動出擊。正如張家輝喺激戰入邊講，怯就會輸一世。你問，假如我冇做投資者或者做企業家嘅能力，打工一族可唔可以達到財自早退或者晚景無憂呢？可以嘅，可以參考第7集。根據公式，即使完全唔投資，你仍然可以專注加強你主職嘅工作能力，向職場入邊往上爬，增加主動收入。比如年薪100萬或者以上嘅高收入打工族，或者好受歡迎嘅 YouTuber 呢一類自僱者，減少開支，配合防守篇嘅理財大原則，亦都能夠達到財自早退嘅。同樣都係先進取後保守，跳槽加薪就趁後生做，到40歲之後就要保守一啲。2. 先資產增值後收息。A. 有一啲年輕嘅朋友想財務自由，提早退休，本金唔多，但係就做一啲回報甚低嘅投資，例如收息股或者債券等。由於資本好少，而且回報1年只有6厘上下或者更低，比如10萬蚊資產，每個月只為佢帶嚟500蚊嘅利息，遠遠少於佢每個月嘅主動收入或者儲蓄。根據複利公式，響本金好少同埋回報率低嘅情況之下，最終長期複利之後嘅本利和，即係你嘅退休金，亦都會好少。所以如果目標係提早退休，或者退休嘅時候退休金較多，同時由於年輕嘅你有主動收入，呢一刻唔需要靠利息生活，就應該以高一啲嘅年回報率為目標，例如10%、15%甚至20%，以達到相對快速資產增值，你先至能夠有機會比人哋早跳出呢個倉鼠跑輪或者晚景無憂。至於投資或者創業嘅方法，因人而異，不料只能夠喺其他嘅影片嘗試幫大家發掘自己嘅才能或者學習投資。B. 即使你選擇一般退休嘅時間，唔求高於市場嘅回報，目標做較保守嘅投資，亦都需要學習投資同埋理財嘅，以防止將重要嘅資本俾人去做一啲低於一般市場回報嘅投資。例如，不料早前去銀行做定期存款，銀行職員嘗試向我推銷長年期嘅儲蓄保險，保證回報部分只有0.1厘，回本期係15年，非保證部分亦都低於4厘。講得白一啲，呢個係搵笨嘅投資。之前我亦都講過，不如自己將啲錢攞去做長年期嘅美國國債仲好。第6部分總結，今集不料帶大家了解咗退休前後理財理念嘅大不同，以3個問題俾大家了解自己財務嘅健康狀況，繼而分享坊間中青年人應該避開嘅理財常見陷阱，例如入不敷支、俾人呃錢、借壞債同埋過度槓桿等等。最後鼓勵在職人士盡早主動學習成為 B 或者 I 象限。
學習控制風險，爭取較高嘅回報，同埋避免用唔適當嘅投資產品，盡早達到財務自由或者做到晚景無憂。當中亦帶俾大家一啲重要嘅理財概念，例如資產同埋淨資產、好債同埋壞債、衡量財務健康嘅方法等等，希望大家有所得着。今集就到呢度，感謝你睇到最後。有興趣嘅話，可以由第一集開始收睇所有嘅影片，全部精彩。希望你能夠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，越多嘅分享同埋點讚， YouTube 就會推薦俾更多嘅人睇，幫到更多嘅人。支持不了創作嘅善長仁翁，可以俾我一個超級感謝。今集就到呢度，記住俾個 like、留言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啊！下次見。